你不会修车就不要来修车。这是一台被同行修坏的车子，已经是2进攻了。2进攻，第2次进攻在我这里啊。那第1次是活塞碎了一个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没办法，只能大修啊，在当地修了。修完以后呢，各种问题，最严重的就是气缸床一边漏油一边漏水，在缸盖跟缸体的结合面，不是漏油就是漏水，那车主非常的烦恼。结果到了我这里一看，好家伙，气缸床变形15个丝，没办法呀，你这种情况下，你如果不去做处理，不去把缸面平掉，对吧？你换上气缸床继续开没有意义的，继续漏，是不是？那我说这个话呢，不是说我对我们的同行有什么成见，我们汽修行业的同行大部分都是非常诚实、非常善良、非常优秀的，但是各行各业啊，包括我们汽车行业里面，总有那么一小撮害群之马啊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对不对？本身我们这个行业非常的辛苦，技术含量非常的高，车主的命都攥在咱们的手里，责任非常的重，本来是应该得到尊重的行业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乱修车、瞎搞，导致了车主对我们所有的同行有各种偏见，对吧？什么换件工啊、唐缸仔啦、黑心商家啦，其实都是不存在的。我们汽修行业大部分同志都是好同志。10秒公里是吧？17万多，一次性给他搞定。看一下故障码。那车主自己说的，他说这个车一个是中缸漏水，是往缸里面漏水；第二个呢是涡轮有点漏油啊。那这个是车主的原话。那我现在看看呢，感觉还好，但是发动机车主要求一定要把它分解掉。这个车9万公里的时候碎过一个活塞啊，是碎掉了一个缸的活塞，当时拆过发动机了已经。放线上面的线，城下元宝梁。这个车2进攻啊，估计这元宝梁我们也是第2次开，稳定感摇一下，有没有间隙？还好就算了。真的。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，这个就已经很烂了啊。哎，这个衬套定了，它这个是好换的，什么摆臂啊、吊杆呀，它好换的都换完了。元宝梁衬套不好换，它就不换，是不是？油底和螺丝又划了？对的。划了多少个？目前2个。目前2个是吧？用我们那个11888的替代吧，好吧？哎，发动机2进攻啊，当然了，1进攻不在我这里啊，那我们争取让它没有3进攻的机会。看到没有？这个缸盖跟缸体之间这个缝里面有水渗出来。所以说这个车特别注意啊，尤其是缸平面、缸盖平面、缸体平面都要检查过，不然的话你万一装上去又漏，那就不好交代了。然后呢，看到没有，油乎乎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这个进气歧管里面检查一下有没有单向阀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单向阀。211的进气歧管里面是有单向阀的，单向阀坏了以后，这个废气阀那边的这个机油蒸汽哗哗的往里面抽。111发动机啊，简单归简单，管路也挺多的。然后呢，各种单向阀，因为它这个里面过滤是靠单向阀节流的，不好的都给它换掉，不然的话会烧机油的。下进气管。然后呢，这个进气管的螺丝给你们见识一下，你看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让我怎么装？给它找一个吧，给它找一个吧。这涡轮里面啊全是水垢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很多问题都是不重视防冻液引起的。现在呢，这边拆掉了，就更明显了，一排都在漏。它这个垫子怎么弯掉的了？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垫子都弯的。上次有没有换呀？拆过？我感觉下次没有换过哎。我去，这里还垫螺帽的，看到没有？人才啊！还有这样修车的？哎，开盖有惊喜哦。也还好吧，有点脏，也不是很脏，那说明它原来是很脏的。它上次拆了洗过了，但是这个盖子它没洗，对不对？这气门室盖的凸轮轴瓦盖的螺丝坏了多少个？很多吗？现在坏了1个。这都要用锤子一边砸才能下来，是吧？这个涡轮的下支架断掉了啊，下涡轮增压，这些什么情况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接合缝里面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呢？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相过铝圈。哦，打的都是这种灰胶啊。它这个是密封圈加灰胶，这么奇特的组合。EA111发动机啊，这个顶筒很容易泄压啊，没个好的。我去，不会全要换吗？还说要给它控制一下成本啊，这里有4个是好的。啊，又不行。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至少留了一半啊。这个缸盖螺丝我跟你讲都不一定是好的，已经拆过一次了，而且你看两边这边漏成这个样子，对吧？这边漏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都有可能，它缸盖螺丝已经压不紧了。这螺丝奇葩，我靠，它划了吗？再找一个呗，这螺丝你看都已经烂穿了，都铁锈啊。这个螺丝孔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这帮修理工干的事儿啊。我其实很尊重咱们修理的师傅，但有些人啊，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败坏名声，把我们这个行业搞臭。还有这个水泵是吧？漏水了，那你说换还是不换？我也想替你省钱啊，但它确实漏水了呀，大哥怎么办？起，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让那个金永新过来量一下这个缸面，对，这个一定要仔细啊，到底有没有变形或怎么样？缸盖面、缸体面啊都要量过。这个上面的定位销去哪里了啊？这应该我记得是上面的这个定位销去哪里了？这边啊水往外漏，这边油往外漏，
奇葩不奇葩？测量缸面啊，几个丝啊？0.13啊，变形量13个丝，看到没有？13个丝。13丝松，13个丝还是很松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摁牢呢。我把你摁平啊，不摁平匀吗？你摁还能量起来，你看这么松。缸盖要量，缸体也要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缸体面是铸铁的，我认为坏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是以防万一啊，也要检查。这里面都是油水混合物，你给我刮干净，你不刮干净量出来准的，你觉得对不对？用刀片刮干净，没问题。哦，对，我一按就水就来了。你厉害，一按就出水是吧？蛮好的。反正只要小于6丝，那问题都不大啊。那缸体面问题不大，主要问题在缸盖面。肯定要换，不用说了。水箱最好也给它换掉水箱。这个是曲轴后油封啊，这个是曲轴后油封，它这个是带磁把的，所以你装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边砸边转。好的。对，好。这有几个螺丝用11888的替的，来打开。起皮了是吧？做过免拆吧？不会。这个机油棒给它洗用回去啊，给它控制成本啊。有没有？小瓦14缸的啊，已经拉掉了。这缸呢？这个也有点拉掉了，但没有那么严重。来2、3缸也看着。这个也拉掉了啊，这个叫应力性磨损，它不是说一条一条的，它是一片一片的，偿命，对不对，坤哥？一样。所以这个瓦肯定都得换掉，是吧？来看一下瓦好不好，同志们？一般，有点拉硬啊，但是没有说拉得很严重。这个还行，都还可以瓦。那这个就废了吧，对不对？拧都拧不出来。捅活塞啊，捅出来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你看这两个就对上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情况肯定烧机油啊，对不对？第3缸啊，我们是先捅的第4缸，从屁股开始捅的。看一下啊，转过来转。这个是没有对口啊，但是油环也已经被接碳堵牢了，活塞已经磨损了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活塞环转，活塞环没有对口，但是这个活塞你们看到没有，石墨层都已经磨完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波浪环它已经被堵死了，所以这种车子啊肯定烧机油，对不对？啊，转，没对口，但是你看这个有点拉掉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有点拉掉了。这个气门导管的间隙啊非常的大啊，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是换了气门油封，命也不会长，对不对？进气的看一下。进气呢还好，一般坏的都是排气，因为排气的温度高嘛，对吧？进气、排气都换掉啊，因为排气的特别松旷，进气的呢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看一下这里面的积碳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这个就不看了，我们开始测量，好吧？进气门导管负3/4半，看到没有？负3/4半啊，就是比6毫米少3/4半。排气门的啊，排气门负5个丝，看到没有？排气门的更细。气门导管标孔的啊，硅锰铜的。16根，好吧，全部换掉。然后明天评缸盖的时候，让我来拍个视频，好吧？不通知我就不付钱了啊！再见啊，抓紧时间，兄弟啊！这个气门导管换过来，感觉很松是吧？那到时候不要我的敲上去掉下去喽。这个车子啊，缸盖要大大的加工，气门导管要换，还要评缸盖，换下来的导管啊，敲气门导管，小胖师傅啊，传统手艺，传统手艺。哈哈哈！你被刘应鹏看到，到时候会把你说成是导管仔。这个气门啊稍微有点偏啊，为什么会有点偏呢？缸盖高温过了，所以说它就歪掉了。每次稍微有点卡，我自己会搅的。你把红印给我吃好。红印有了吗？基本上可以了。刚才发现排气门用标孔的导管太松了，所以现在给他拿小孔的过来，希望现在刚刚好。现在间隙刚刚好是吧？太紧也不行呢，兄弟。刚刚好。唐缸仔，不是我的发动机啊，这不是我的啊。铸铁的其实唐是没有关系的。超声波清洗，我那个37好了吗？缸盖变形了，那你说换缸盖吗？那平一刀算了，对不对？平一刀以后，气缸床稍微加厚一点，弥补掉它的缺血量，又替车主省钱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老是说我是唐缸仔，对不对？我这是替你省钱。你们看啊，刀能够削到的地方，就表示已经平了。刀如果削不到的地方，等一下还要再走一道，要等到整个面都被刀削到，那就表示整个面都平了。这个机油散热器啊，本来有点堵了，然后超声波里面洗了洗，震了震，要给它震通了，那震通就不换了，算了。这个气门上面看到没有，全是刮伤，还能不能用这个气门？所以这个我也比较尴尬，我既想替他省钱省成本，但是确实你看这么明显，麻麻赖赖的。这个进气门啊也不能用啊，横的、竖的、斜的都有拉伤哎，气门都得换，没法省。这个气门呢，本来想省点钱不给它换了，但是昨天你们也看到了，拉成这个德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钱没法省。那我们用的气门是海麟的气门啊，就是17大众的御用配套商。上汽大众的气门呢是山东沃德配套的，那反正不管是谁配套的，大众认可就没毛病。
全新的气门导管啊，这个是合格证。我这里出去的东西都是有名有姓的啊，没有什么老韩牌。然后呢，缸盖面平了一刀啊，那么这个缸盖就是一个完美的缸盖。气门弹簧咱们就不动它了，那只换气门油封啊，使用进口220的气门油封。现在换气门油封是方便的啊，你在车上换免拆换就很麻烦，所以每次镶铝圈啊，我们工时费收的都比较贵一点，因为材料是不值钱的啊，那没办法，现在人工最贵。机油喷嘴27牛米，全新的大瓦以及小瓦，带大众标的。纸配片，槽口、槽外、槽曲轴。它旧的瓦呢有点磨损掉了，那咱们还是给它换新的。小胡拿一片下来看大众奥迪标，绝对是纯的啊，绝对是纯的。50牛米加90度。那照例使用李岩的活塞和活塞环啊，李岩的它这个大众全系它都有，这个是合格证啊。我这里出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东西啊，没有什么老韩牌活塞环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瓦啊，小瓦都换掉，小瓦呢也是原厂的小瓦，带标带码的，但是有一点它这个是不带涂层的啊。那 EA888 2.0T 的瓦呢，我拿去了，给它特意喷了涂层，但是 EA111的量比较少，人家也不接这个业务，那这个就没办法了。反正有涂层最好，没涂层那也没办法，原厂本来就没有。然后呢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车有没有唐缸，对吧？那我们是没有唐缸的，是没有钢套的啊，它原来的那个涂层吧。其实 EA111的应该就算是涂层了，就不知道是不是 APS 涂层。胡哥也开始用手了，这样用手能够轻松推进去的，那活塞环肯定不会折掉。来，小瓦螺丝啊，30牛米加90度。好，把这个压牢，这个齿不要让它跳出来，跳出来就完犊子了。韩哥，这盖子。但是不给他换了啊，装过去了。已经要骂我了，再换他打我了。少换点是吧？也装回去吗？洗干净装回去吧。啊，行，控制一下成本。好的，不然的话要打我了，真的要打我了。那我们坤哥正在干啥呢？正在装曲轴后油封。那为什么曲轴后油封要这么个东西呢？因为这个曲轴后油封啊，带曲位传感器的磁把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用来赎圈数的呢？因为我们比较正规，所以用专用工具啊，证实是万无一失。考验坤哥手术的时候到了啊！坤哥的手术你们不用怀疑啊，绝对不用怀疑。哎呀我去，话筒短了。哦，那可以了，然后封掉吧。所以说啊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对不对？你家伙事不好，你正事肯定对不好。好了，下来吧。OK， 完美安装曲轴后油封，这个齿看到没有？中心孔对点，对的直直的，对不对？网上那种拿来数的那种，只能说凑合，对不对？但是绝对没那么精准。那么咱们这个曲轴后油封啊，也是原厂件，17大众的啊。这个曲轴后油封呢有2种，最早的那种进口的是铝的，后来呢改成国产的变成胶木了，那没办法，原厂就改掉了。那如果说你是从铝的换回来这种换成这种胶木的，那要换总成啊，连这个传感器一起换，它俩玩意儿是一套的。都说打胶打得漂亮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女朋友的，所以坤哥的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女朋友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啊。下，那边那个，下，欧了。自由离合都脱漆了，不给他换一个吗？啊，能用就行了，控制成本。再换了吧，来打你了，我靠！行。然后有好多颗螺丝啊，这种螺丝都拧滑掉了，那没办法，定也不好定。那咱们给他用这种 T30的，就是 EA888的，有几个螺丝给他替代，也是原厂螺丝，反正用也一样啊。手动挡就是好，是吧？实心飞轮，不要搞什么双质量飞轮，毛病一大堆。我靠，什么玩意儿，坤哥啊？离合器、压盘，车主带的，车主自己带过来是吧？对啊，车主倒是挺会划算的。反正拆也拆了，就顺便给他装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上个石头吧，还是？不是，雷贝斯通。上吧。啊，车主拿啥咱们装啥，好吧？确实是上车。压盘要分离轴承呢？他没分离轴承吗？应该有吧？没有。他没有分离轴承吗？这玩意儿他分离轴承不换？不知道。他拿过来的这个3件套，那2件套不是3件套？没有。他先换2件套吧，可能。好。完美安装离合器2件套啊，分离轴承没找到。能高点吗？原厂气缸垫啊，这个是合格证，我自己出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东西啊，没有老韩牌气缸垫，没有老韩牌大修包。那你们要问我修车打不打钢垫胶，打不打硬头胶？那这个车子它是平过的啊，绝对是平的，那我就不打了。如果有些烂掉的、麻麻赖赖的，那就打一下。它这平过之后不要加厚吗？还有原来的？如果说在10几丝，那可以不加厚；如果超过20丝，那钢垫要加厚。OK。销钉。OK。好。这个缸盖螺丝啊，30牛米加2个90度，但是其实呢，你直接能够先打个30，再打个60牛米，到最后能上个90牛米，绝对没毛病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精髓啊，镶铝圈，
都知道11111发动机这个地方容易漏油啊，火花塞孔原车设计的有点问题。那我们给它镶铝圈之后呢，替代了原来的密封环，镶完铝圈形成一个浅槽，然后打胶，基本上可以做到与车辆同售。前提条件是你完全按照我的要求来，卫生搞好，按我的标准来操作。如果不按我的标准来，到时候又漏油了，那不是我的方案有问题，是你的水平有问题。先大致给它敲平啊。坤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修车用锤子很粗鲁啊？大锤80是吧？不是这个问题，其实修车啊，有的地方该敲开砸没关系的，有些地方呢不能敲不能砸。接下来啊，用我们的专用工具啊，把它敲到底。敲完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浅槽，刚好用来打胶。砸完以后呢，边上会有一些细小的铝屑啊，吹干就 OK 了。这个是从铝环上挤出来的一些碎末，没关系的。这个是它原车的火花塞啊，烧的还可以。那车主说了，他说他不换，那咱就不换了。火花塞啊，30牛米，需要润滑的表面呢，涂一点组装油啊，涂一点就够了，不是说小气啊，到时候流的到处都是，万一流到胶上面的话就不粘了。这装之前顶筒再检查一下啊，对，压一压看一下，没毛病装上去，然后坏几个装几个，知道不，坤哥？好的，不全换了是吧？嗯，这顶筒不换吗？还坏的挺多的，给它全换掉呗。大哥你出钱呀？好，马上吧。新的顶筒都放这一边啊，总共是换6个。反正我们这里修车主打一个公平公正、透明公开，坏几个换几个，好吧？总共是6个啊。车主说了，发现一点点泄压的就换掉啊，没有泄压的就不要换，把钱省下来。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坤哥抹胶很 low？ 是不是？没办法，维修手册就这么说的，这款车维修手册就是这么打胶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打胶环节啊，有这个槽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胶、续胶用的。我们坤哥啊，打胶打得非常的圆啊！我一直怀疑坤哥当年在洗脚城干过洗脚男技师，因为那个修脚指甲嘛，一刀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打胶一圈圆。坤哥，你有没有当过男技师啊？没有。确定？那个88号不是你吗？88号啊！全金华的富婆都说了，那个88号男技师修脚指甲修得老好了。别抖，别抖。看一眼啊！让我看一眼有没有毛病，是不是？那我看过以后要出了毛病，我有责任了，是不是，坤哥？对，你看过呀。OK。好了，这个螺丝啊，之前有一个是头上是烂掉的，那我给它配一个原厂的。我这里修车能给你配原厂的，都给你配原厂的。气门室盖螺丝啊，直接15牛米拧紧，好吧，绝对没毛病。什么8牛米90度也没必要的。有一圈均匀的胶线挤出啊，就表示好了，填满了以后就不会再漏了。正时链条、正时轨道、正时张紧器一律不换啊。车主说他自己换过了，那咱们就不换它了，这也是车主的意思。50牛米加90度啊，这个反牙的40牛米加90度。记号做好，记号2个90度啊。不是一个90度吗？怎么2个90度啊你？左边一个90度，右边一个90度，又不是同一个让你打2个90度，咱俩真没默契。没毛病。来，转，继续转。啊，转2圈啊，然后把这个工具拧到底，再重新对一遍正时啊，不要太自信啊，同志们，要相信工具。好，上支点，后面能对上就可以了。盘一遍啊，正时记号能够插入啊，没毛病，不要太相信自己啊，要相信工具。原厂的边盖垫啊，带合格证的，合格证拿出来。对，这个修车啊一定要正规啊，该用什么用什么。上边盖垫。行不行啊，坤哥？有上。OK。使用专用工具把油封拧进去啊，可以了。完美安装曲轴前油封，这才漂亮嘛，对不对？原厂机油散热器密封垫，那机油散热器呢就算了，超声波里面洗了一下，好像也通了，那就不给他换了，给他省点钱。这个节温器啊，车主说他刚换过，所以他说不换了。那我们给他换一张密封垫，好吧？节温器如果日后有问题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啊。安装后节温器，但是这根管子呢，原车的没法用了，已经断掉了，拆下来就断了，老化掉了。那这个换新的。然后坤哥在干嘛呢？这个螺纹它划掉了，之前那个人垫的螺母了，我们给它修复掉啊。在我这里修车，只要是我看到了，都会给你搞掉，不会给你糊弄。这个是我们坤哥啊镶的螺纹套，你们觉得镶的怎么样？那我们黄师傅正在做什么？准备给他换涡轮机芯啊，这个就是涡轮的机芯。那为什么要换这个涡轮的机芯呢？因为它这个涡轮里面的水道已经被水垢堵死了啊，这个水啊一头进一头不会出来，里面水垢都堵死了。那本来是要求客户换涡轮增压层的，客户自己也去问过价格，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啊，不够划拉的2000多，将近3000一个。那后来再三考虑，客户说还是省点钱啊，换个机芯算了。这个旧的这个芯子好不好？你们看啊，这边嘛都是油，看到没有？那转起来嘛，咔响，不是很丝滑吧？不丝滑，好，丝滑的很的。这个很丝滑，对不对？一点阻力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螺丝给它找齐了吧？这颗是给它配的是吧？长短一样啊。OK。爆震传感器20牛米。这个车的喷油嘴是马瑞利的啊，你们不能拿博士的，跟11888是不一样的啊。把垫子也换掉。这个应该是涡轮增压的散热水管，对吧？然后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加热器用，对吧？这个跟1.6的那种，它下面不是有个加热水管吗？道理是一样的。这个垫子咱们用的也是原厂件啊。之前这个地方漏油了。这不进气管吗？哪来的油啊？漏油啊！油气从这里面渗出来，因为它曲轴相通风循环嘛，对不对？
欧了。这盏横销的垫子啊，横的这个垫子也要给它换掉。欧了，可以了，上去吧。各种密封圈都给它换掉，杜绝日后漏气的风险。然后呢，它之前啊这个节气门固定这个节气门螺丝的地方看到没有，已经这个德行了，这不是我们搞坏了啊，来就这样子啊。我们这边修车是不是特别的爽啊？还有烤肉吃。上进气气管，进气气管的螺丝啊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昨天给它买回来配了一个，然后这些旧件呢，车主都是要带回去的啊。这颗新的螺丝啊，配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两个密封圈啊，给它换掉。密封圈。上涡轮增压，希望这样修过以后动力能好啊，同志们。发动机啊，已经初具规模了啊，有点样子了。坤哥，你今天得感谢我几次。上节气门啊，里面这个螺丝注意点啊，螺丝能不能拧紧看一下，它之前那个地方磕掉了，但是我估计是能拧紧的，应该没问题的，不然的话就要换进气气管了。像这些密封圈啊，这些密封圈一次性的都要换掉给它。我这里修车只要看到有不好的，我肯定会给你换。3元催化啊，有没有看过里面芯子还在不在？到时候说你套人家芯子啊。来的时候就少个卡子啊，人家补上。哦了，可以，好。这螺丝少一个，少一个给他这个螺丝。等一下，好。来，上新密封圈。那车主说旧件都要带回去，我不知道这密封圈要不要给它放里面。这个没必要了吧？我进来。OK。这样东西给它撕下来，对，能保留给它保留原装感，好吧？它后盖坏掉了，再给它换个后盖，车主特意交代的。这个是跟上海榜料公司买的啊，特地买了个后盖。这都他娘装好了，发现这个螺纹孔不是这个，这个啊，对，发现这个螺纹孔滑丝的，好又拆掉，像螺纹套。那虽然说我们不去管它，糊弄客户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不是咱的风格，是不是？有问题我们绝对不逃避，哪怕麻烦一点拆掉，也要重新给你把螺纹孔修好。什么叫一丝不苟的修车啊？这个就是一丝不苟的修车，螺纹孔我们都不放过。啊，坤哥刚把皮带装好，这个皮带呢，车主说换上去没多少时间啊，不用换了，那我们就遵从车主的意思。发动机总装完毕啊，准备进入机舱。刚刚坤哥把我给挡住了，今天晚上罚坤哥请我吃饭。发动机下来喽，不是车身下来喽，发动机进去喽。坤哥傻眼喽，坤师傅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。哦耶，再来10个小时。我操，疯了！使用优质全合成机油啊，5W40的德联就是奥迪的出厂出装油，比出厂出装油可能稍微还好一点。这个不是最顶流的全合成机油，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。像这种老车子啊，老大众5W40又用足够了，非常好了。加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，我们一边用负压抽的，一边用工具接的，吸进去老快了。88、99、168、198我们是不做的啊，我们用的油都是正儿八经的好油行货。使用负压法加注防冻液，那我们用的呢是德联的防冻液，这个是奥迪的出厂防冻液配套商之一。来启动。油还没上来啊，不要激动啊！再来，车打着了，浓烟滚滚。EA111发动机刚打着啊，声音都是这样的，你们不用担心啊，不要怕。我们乡里圈这么多车子打着声音个个都这样的，因为它这个油道很细，油上来的很慢，等一下油上来就好了。动力怎么样？来是你开的来的，现在感觉对比怎么样？明显提升了。明显提升了，实话实说啊，实事求是。然后呢 1.4T 啊，说实话排量虽然小，但是动力真不差。然后坤哥不在啊，我就说几句坤哥的坏话。1.4T 的比坤哥那个2.0T 的吐管要猛多了。哎，坤哥加班了，咱也不能这么说他是吧？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那这个车呢，车主他预算是有要求的，所以我们也是收着打，没有敞开来打。那有些东西，比如说水箱啊、暖风水箱，我们就是用水给它冲了一下，把里面能冲干多干净给它冲多干净。本来我个人建议是要把这个水箱跟暖风水箱给它换掉的啊。那考虑到预算问题就没有换。那原来这个车呢，完全也是无妄之灾啊，被人修坏了。那我希望我们这个同行啊，能够认认真真的修车。我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那肯定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对不对？我这么说没毛病吧？不是攻击同行，是切切实实的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欣欣向荣，能够越来越好。那回去以后呢，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，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。因为这个车啊，虽然说是 1.4T 小排量，但它也是缸内直喷的发动机。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就一定要使用燃油添加剂。你不是缸内直喷的，可以不用。做到这些之后，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菜熊猫，修烧机油不迷路。再见啊，修得满意大哥啊！满意。啊，再见大哥，慢点开。再见。修理厂老板一天修多少车，能挣多少钱？来的都是优质客户，还是刁钻客户？爱车的车主啊是什么样子的？不光车况好，车子开起来舒服，而且情绪价值拉满。空气滤芯是多久换一次呢？1万公里换一次是吧？那大家知道为什么1万公里它要换一次空气滤芯？有谁知道？这个
这个空气滤芯其实也没那么脏啊，也没那么脏，但是为什么它要换掉呢？每个人要求不一样。就像以前我读书的时候，像我这种学渣呢，考60分就很高兴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班的学霸呢，考90分还哭丧着张脸说没考100分，这个就是每个人对车的要求不一样，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换机油，你变速箱油现在才多少公里啊？4万多公里你来换变速箱油了啊？钱多是不是？燃油添加剂这个是要用的。啊，你看这个还有机增油，看到没有？机械增压油，原厂是10万公里需要添加，它是4万5，让我给它加上去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还带了加速器，加这个油的。原厂机油滤芯，这个是第4代 EA837的最后一批 EA837的那种。这个大哥啊是6000公里换一升机油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机油抽出来有多少呀？刻度线在哪里？每次抽出来都是8升机油啊，都是8升标准的。大哥说了，我们这里最好的机油用上去，他要求比较高。我们啊天天说人家88、99、168、198，那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。那我给他用的呢是超级全合成啊 0W40的4类加5类基础油，添加剂也是最好的添加剂。那这个油呢堪比金某孚的超轻，用过的都说丝滑。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啊，如何粗略的去判断这个机油好不好。你看这个机油倒出来的这个油柱，如果这个油柱倒出来是波光粼粼的，跟水一样的，流动性特别好的，那肯定是好油。如果倒出来流动性很差的，有些甚至像果冻一样的，那肯定不是什么好油。仔细看啊，倒出来的这个油柱，当然了，这个方法只能说判断个8、9不离10啊。那具体机油的参数怎么样？那这个你还得去实验室。哥，你给他打的是不是原厂气啊？啊？这发动机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对不对？这个车主要不要好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有些车里面跟粪坑一样，有些车里面跟5星级宾馆一样，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车与车之间的差距。再听一下这个发动机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润物细无声，对不对？咱们出去试车啊，英皇国际已经倒闭了，小姐姐不用看了，还是看我修车。我们去阿亮师傅这里做个定位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方向盘有点偏，他在当地调过一次。其实我跟你们讲，车子如果没毛病，不要去做私人定位，原厂出来的时候都给你做好了，有的时候你做了以后反而容易出问题。起飞了啊，起飞了，兄弟，丝滑吗？丝不丝滑？丝滑，机油用的好就是不一样，对吧？开起来声音都轻。这个宝马老是跳出这个东西，经常跳出来，而且车辆还会抖。这个宝马已经23万多公里了啊。N20的发动机，进气凸轮轴传感器先搞一个，搞完以后呢，增压压力先不用管，搞完以后再看增压压力有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还有这台奥迪 A6 换水箱啊，水箱呢直接换富奥的就可以了，富奥就是它原厂配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换水箱很麻烦啊，为了拆水箱要拆什么呢？要拆前保险杠，要拆中网框架。所以说啊，修车不是说就是一个材料费，为了要拆它，要拆很多其他不相干的东西。底下呢给它搞干净，漏水漏油漏过的。这台 A6 进气翻板卡字，换2个进气翻板，马勒的，原厂的太贵了，好几千块钱一边，那换个马勒的，国产品牌的应该也能用，替车主省点钱。来，收油门。又来一台 A6， 换废气阀、油气分离器，炸掉了。你看，店里面工位排满，不是靠低价引流，也不是靠卖惨，靠的是实干，靠的是技术。又来一台宝马5系 F18， 水温高，每天都是查故障，在不断的查故障中进行。这个水管也给它叫过来，这根水管，这个上水管吧应该是。发动机是 N55的，哦 N52的。这台宝马水温高是啥情况？百叶窗卡死了。啊，百叶窗卡死了，就不进风不散热，对吧？对。水泵好的。水泵检查过了。好的是吧？行 ，OK。那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，我们实事求是修啊，不要把人家不好的说成好的，好的说成不好的。修车就要透明。我这个小兄弟呢，从兰溪过来，一个新桑塔纳211发动机被人抄了好几遍了，换了火花塞是吧？对呀。然后点火线圈。点火线圈。然后接下来打算搞什么了？打算拆发动机了是吧？对呀。什么问题呢？车子抖了以后呢，反正火花塞也换了，点火线圈也换了。有人跟他说双色辆飞轮，我说你这个 AT 变速箱哪来的双色辆飞轮啊？对不对？那么在我再三仔细询问之下，得到一个线索，他在换过正时皮带之后才出现抖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有了这一条有用的线索之后，我们直奔主题给他检查正时，结果呢，一拆发现正时果然有偏差啊。那现在咱们把正时皮带给他弄好，看能不能给他解决问题，希望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啊，把这个兄弟的抖动问题解决掉。发动机就不要拆了啊，不需要了。OK， 这台211 1.6的新桑塔纳什么问题呢？抖动，车主说了，在换了正时皮带之后才开始有这个抖动情况。兄弟，从哪里过来的？兰溪过来的是吧？对。啊，那既然从车主的嘴里得到了直接的线索，你没忽悠我吧？确实是正式换完以后才抖的吧？没有。啊，你没忽悠的。好，行，那我们已经有明显的线索了，那么我们从明显的线索入手，检查它的正时有没有问题。这拆出来之后，你看水泵漏水啊，甚至后油封都漏油。
然后呢，正时错半个齿，我们给它重新对正时啊，工具插牢，底下工具插牢，重新给它上皮带。那当然了，不是说一定要上皮，一定要上。如果说你这个车子第一次换正时，你可以前面用那个锥齿把它卡住，换上去也没问题啊，也不会抖。那我估计之前操作那个大哥呢，可能没操作好。皮带重新安装啊，然后后面正时记号对过了吧，三哥？对过了，对过了是吧？重新就是复查过了是吧？对。那我们发起来看一下还抖不抖？动，起。那现在还抖不抖？你看不抖呀，不抖了是吧？是。这没忽悠你吧？你绝对没有，绝对相信的。好的，反正也不是说我这个兄弟他贪便宜，他也不知道那一家没给他对好。那反正只能说你要找专业的，好吧？啊，那别的修理厂呢，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去苛责他，你也没必要过去找他麻烦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反正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嘛，这个是正常的啊。那反正今天就这个样子，好吧？啊，现在还抖不抖？不抖了，稳如泰山，对吧？对。OK， 那你可以回去了。再见，再见啊！好了，完美交车。好，再见，兄弟。